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夏季交易清淡，油价在连续2天下跌后企稳，市场关注美元前景和货币政策。接下来这条，油价周二小幅下跌，因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将抑制需求。尽管普遍认为美联储最早将于9月开始降息，限制了跌幅。让我们关注硅谷多位重量级投资者对特朗普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兼前风险投资家万斯作为其竞选搭档表示赞扬。如果这位前总统在11月赢得白宫，此举将使科技行业更接近华盛顿的中心舞台。接下来，卡巴斯基实验室将退出美国。此前，拜登政府宣布计划禁止其在美销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俄罗斯对该公司安全影响为由，宣布计划禁止卡巴斯基在美国销售杀毒软件。卡巴斯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政府还对卡巴斯基高层实施制裁，理由是网络安全风险。卡巴斯基美国网站不允许消费者购买任何产品，理由是美国顾客无法购买。接下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增强了9月降息的可能性。美元跌至5周低点，加密货币因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几率上升而上涨。让我们关注埃隆·马斯克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并承诺月捐4500万。多位亿万富翁也支持特朗普，如比尔·阿克曼等。本选举周期，共和党获大额捐款，但富有的捐助者常难获良好回报，且有资金限制。拜登和特朗普筹款情况有变化。让我们关注2只沙特阿拉伯股票 ETF 于今日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押注石油大国股市的途径，也凸显两国关系的深化。下面这条，在特朗普暗杀未遂的2日后，共和党大会开幕。在对暴力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同时面临对特朗普竞选搭档 J.D. 万斯的报道冲击。一些媒体认为，政治争斗言论应该降低音量，但 CNN 记者采访政客后发现，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指责媒体。MSNBC 在事发后播报了新闻，但取消了评论节目，否认了节目主持人可能发表不当言论的猜测。下面这条，日本当局对汇市可能采取一切措施，因汇率过度波动不可取，当局将密切关注汇率变化，并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下一条，银行 SpiceJet 第4财季利润增长6倍，因其获得了9080万美元加拿大贷款的折扣结算。第3和第4财季收入下降，但因结算借款而获得57亿卢比收益。尽管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SpiceJet 仍通过削减成本和筹集资金来提振其资产负债表。下面这条，亚马逊 Prime 会员日活动中，消费者需警惕钓鱼邮件和诈骗网站，网购时注意核实订单信息，谨防要求提供银行卡等个人信息的钓鱼链接。让我们关注 Energy Absolute 股价因创始人因欺诈调查辞职，且信用评级被下调至垃圾级而暴跌至日跌幅限制的 30%。 接下来这条，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巨额债务让金融市场再度担忧，选举影响财政前景。法国大选结果和高额支出计划引发了债券市场波动。美国债务状况在11月总统选举前备受关注。尽管债务危机并非基本情况，但投资者对财政支出增加可能引发市场压力保持警惕。接下来这条，贝莱德计划将流动性差的私人资产纳入快速发展的 ETF 行业，但行业人士对此表示怀疑。贝莱德收购了私人市场数据集团 Preqin， 但私人资产难以估值且流动性差，而 ETF 强调流动性和每日定价。最后这条是7月份投资者继续看涨，因相信美国利率即将下降，防止经济硬着陆，且现在认为地缘政治是该情景的最大风险。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